晚安，大家好。因为快到年末了，然后一直想带大家回顾一下我过去1-2年显化的所有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好好的整理，有这个机会。那今天洗澡的时候突然觉得，不然就今天来跟大家说吧，有什么不可以呢？最近因为台湾队夺得了世界冠军，所以在他们梦想成真的时刻，我觉得这也同时是我可以跟大家整理后好好分享的时机。那也因为这样，我快速做了一点小抄，然后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硬要说的话，其实不只是去年到今年整个量子飞跃的很快，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几年前开始租房子。因为在那个时期，我其实从来都没有想要买房子的想法，因为我老家在台南，然后当时只觉得养老的时候可以回老家，所以就像外国人那样一直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在我租的地方本来视野非常非常的开阔，但是最近因为房地产非常的兴盛，一直盖，然后几年之间，我本来面前非常开阔的视野就渐渐消失。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原来这片视野对我来讲这么的重要。这时候我还是没有想买房子的想法，但是我心里就无形之中对宇宙下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订单，就是我想要住在一个视野永远都不会被挡住的地方。但想归想，其实并没有真的比方说去看房子啊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在都市里面视野要完全不被挡住几乎是不太可能。结果没想到，就在我租屋大概5-6年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建案，它的接待中心开在我家楼下，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我妈就突然跟我说，我们可以进去看看。我在那之前完全没有去看过房子，因为对我来说本来买房子就不是我人生规划的目标之一。没想到我一进去看之后惊为天人，因为它竟然就是符合了我唯一最在意的条件。它在山坡边边，所以它有永久冻具。那后来装潢房子的过程你们也都知道了，就是我跟我妈妈对装潢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就全部都自己弄，然后也在她拜访我之后做了一个系列给大家看，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小宅开箱的系列。那个大概是1-2年前的事。然后在我莫名其妙买了那栋房子，然后莫名其妙住到我梦想的房子之后，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小细节，就是本来在我租屋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意识到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就算还没有买房子，现在在当租屋族，但是也可以透过对自己日常生活需求的观察来意识到到底什么对自己来讲是重要的。像我那个时候就发现练舞很困难。我从小到大虽然有学芭蕾，可是我其实对韩舞，尤其是男性的韩舞非常的有兴趣，就是我非常喜欢 BTS 他们的舞风。然后那时候要练舞的时候，就是我发现镜子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算取得房东的同意，在这边要特别感谢一下我房东超棒的，就是如果那时候住房子有东西坏掉，他还会第一时间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受伤这样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照顾我的房东。好，这题外话，他那时候有允许我可以贴一些镜子，但是那些镜子不管拼的再怎么大片，事实上对一个需要练舞的人来讲还是不太够用。所以我就发现，除了有镜子的问题之外，你要跟 YouTube 的老师学舞的时候，电脑摆在你面前，你同时又要看镜子，你自己动作的画面就会被电脑挡到。那也是因为这样，我才设计了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运动室的一整个配备，就是我有全镜面，然后我的投影机在上方，这样它投影到我背后的时候，
我面前就不会有同一级的光线，然后我同时可以从镜面里面看我背景的老师的舞蹈动作，同时在镜面里修正自己的动作，所以整个都非常的完美。可是那完美是因为深刻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精心布置之后达成的效果。所以在完成这个房子的设计，然后成果也非常的满意之后，我突然有一种原来梦想真的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的打造。那当然这件事情大家多少都知道啊，可是你每完成一个大项目之后，那种真实的感受又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房子。房子本身并不是在我的预期之中，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看了那个建案之后，也就只有看那一个，然后我就定了。然后因为有了那个房子，实践了我对练舞的这个需求。所以这件事其实很奇妙，就是我其实不是真正对宇宙下订单说我想要有一个房子，或是我想要有一间练舞室。我其实只是在心中默默的对宇宙说，我真希望能够长期住在视野不会被挡到的地方，以及我真希望能有个地方能独自好好的练舞。结果宇宙都透过他的方式莫名其妙帮我达成了，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好，那第二个呢是我的个人公司。我家里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商人，所以这方面的背景知识是非常不足的。可是我从小其实在看那个韩剧《商道》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一个想为世界做事的人啊，财富是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当然我们领别人的薪水也可以有很可观的收入，不过当你做自己的事业的时候，起码在起步的时候啦，没有其他什么股东还是谁制衡你的时候，它真的很自由，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你可以非常专注的朝你的初衷前进。所以在我一方面有自己的正职，但是突然觉得某个产品有被做成上市的东西的需求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可以来做做看跟商有关的事业。然后如果能够一方面帮助别人，一方面透过这个方式累积财富的话，那我会不会有一天就能够获得更大的财富，然后把它应用到我认为好的对世界有益的地方呢？这公司卖的是一个线上的排班服务，然后一开始我的职业上有帮别人排班的需求，然后我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市面上也没有什么好用的软体，所以我就先拜托家人帮我把程式写在 Excel 里面。然后后来当它越来越完善之后，当然这中间经过了很多年，越来越完善之后，我发现天哪，这东西好棒哦！然后只有我在用，实在太可惜，应该把它推广出去。但是既然要推广出去，我就不是很希望第一个它的价格非常的高昂，让大部分的人没办法使用，或者是它可进性很低。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在网站上面的服务。所以就在有了这样初步的建构之后，就开始把它搬上网路，然后做成一个线上服务。这个东西我在这里就不多赘述，因为这个公司它现在已经有了它自己的 YouTube， 然后关于它程式的使用说明，大家可以去下面的资讯栏参考。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为了想要做这个事业，这中间发生了非常多，速度非常非常快，就是我第一次真实的感受到所谓量子飞跃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我还有写了心得文，所以我现在就看这个心得文，然后跟大家不要遗漏我去分享一下那中间的过程。首先是呢，那个时候我在 YouTube 上认识了那个喜马拉雅宇宙的秘密的这个身心灵关于吸引力法则显化的这个频道，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就进一步的连接到就是Master 的频道去，然后发现他有身心灵的课程，然后我也真的加入了。然后但是最有趣的就是我本来是要去学身心灵嘛，可是
我加入他之后没多久，他就有开了一堂关于财富的课程 Wealth， 然后太神奇了，因为他教的东西就是完全符合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虽然我那时候完全还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就也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对于商这块实在是没有什么头绪，就莫名其妙本来是要去学身心灵，结果意外在这个关于财富的课程里，短短的几天内就掌握了非常多我认为很有趣的关于商的概念。它里面呢，从最核心的对于金钱的态度，然后产品的定价，怎么做广告、自媒体，然后销售等等部分，其实它全部都有涵盖到。因为 Master 他本来就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所以在有那么出色老师的带领下，短短几天内，你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快速的掌握这些你本来完全都不懂的东西。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品牌的名字，我只是有一天就因为我要做的是一个帮大家省时的排班程式嘛，所以有先想到了标语，就是 Save time to enjoy life。可是我就一直很苦恼这公司的名称，或是说品牌的名称要怎么办。结果直到有一天我跟我妈分享的时候，她突然就马上把这一句话每个字的字首圈起来，然后就说因为你们从 Excel 出来的嘛，那你可以用 STTEL 里面的第2个 T， 也就是原本是 Save time to enjoy life 的那个 to 改成平方的那个2，然后就让 ST2EL 当做你品牌的名称，这样就会有一种数学的感觉。那他会有这样的直觉，当然也跟他背景有关，因为他本身就是数学系出身的。他就是说得很轻松写意，可是我当下超级激动的，因为我就很兴奋的跟他讲说，我们把这些字首这样凑起来之后，它听起来就跟小偷的偷就是 steal 是有点像的，而我们正是一群专门帮大家省时，也就是偷时间的人。那接下来呢，更不可思议，我就是完全从小白当起，就开始学用 Canva， 然后本来要外包给厂商做 logo， 结果发现价格不菲，然后想说不然自己来做做看，然后就去搜集了很多非常有名的 logo 啊， Apple 啊，然后 Nike 啊，这些他们都可能都会用到黄金比例等等的，就自己用黄金比例开始画 logo， 也自己做影片跟广告。一开始只是在 Canva 上就是做简单的剪辑，但后来这又是另外一个不可思议，就是第3个录 YouTube 这件事情。我可以说是为了要好好的做公司广告，开始有了觉得自己应该更进一步精进剪片的技巧。可是那时候因为 Canva 也算还不错用，所以就一直没有付比较高的费用去用剪辑软体。好，真的这个部分我先说到这里，因为等一下可能就跟 YouTube 有关，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有想要学剪辑的想法。接下来就是了解一些广告配乐啊，或者是图片的版权的购买，这个都是一步一步串起来的。就一开始我当然也跟大家一样，就是使用免费的音乐，然后其实他们很多就已经不错用。可是当你影片的量越做越大，也许观众还好，但你自己也会觉得这些音乐对你听起来都太熟悉了，所以就会想要开始往更丰富、更有质感的付费音乐库前进。先回来讲公司，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其实本来没有预计要录这个，反正就很随性的这样天花乱坠的讲。然后为了要做这个公司跟程式嘛，所以我们就去了解怎么买网域啊，要怎么拥有自己的 email 啊等等的。然后一边跟工程师合作，逐步的将这个程式网页化。这每一件事情全部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我那时候新等我有特别提到，第一支广告是3天就完成了它的文案，然后 logo 2天，公司的中文名称3小时，然后设立 LINE 的关账，反正就上网学一学，然后就1天把它做好。然后正式个人公司的成立就是在2023年的12月12号。那当然这个日子是我特别选的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天使数字就是我们会选1122或是112等等。这过程就是不断的行动，大概从看到喜马拉雅山宇宙的秘密，然后加入他们的课程，一路到公司成立，大概只过了4个月左右，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这中间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像或是一些小插曲。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这个频道的第一支影片，其实就有提到一个跟银行有关的小插曲，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有趣。那总之遇到阻碍我们就奋力的尝试，然后不行的话就当成是宇宙给你的保护，就是它不让你走这条路是有原因的这样子。然后这所有丰盛的东西就不断的降临。然后这中间当然还有一些跟神秘学比较有关的东西，比方说我就开始让我自己接触水的各种形态，去海边啊什么的，感受水或是我们说金钱的这种丰盛的能量。那当然还有大家都知道，就常规的做冥想跟瑜伽等等，调剂自己的身心力量。刚刚有说第3个是 YouTube 嘛，那我先讲第4个。第4个是跑车，就是我一直想要做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事，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想要做广告，可是我觉得直接砸钱投广告，当然效果一定会不错，可是对我来讲那不够有趣，那我要怎么做我觉得会有趣的广告呢？然后有一天我在车上开车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那些经过的名车啊，就大家都会盯着看。这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就是连我自己都吓到的想法，我要不要去买一台我自己觉得很美的跑车，然后把公司的 logo 贴在上面呢？就听起来超疯的，对吧？可是我真的做了这件事，就是我就决定要去显化一台保时捷。然后这个就是我要提的关于显化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点。当你一有了一个想要显化的目标，你一定要有行动。那时候我自己做的行动就是，比方说我会把保时捷跑车的图片然后放在我手机的画面啊，然后让自己去加一些跟跑车相关的 FB 社团啊，让自己大量暴露在跟跑车有关的东西当中。然后我以前根本就不太对发票的，可是我就开始对发票，因为我就有一种，如果我有宽裕的金钱，那当然买跑车就很容易嘛。然后还有我会开始注意路上的广告有没有跟跑车相关的。然后有一天我就真的在路上看到台湾房屋那个时候有一个抽保时捷的活动。那当然后来我没有去做这件事啦，因为他们其实抽的是房车，然后我要买的是跑车。可是我必须说，我看到那广告的当下，我真的有一种天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吸引法，那你起码可以用逻辑来思考这件事。就是说，当你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你的大脑当然会自动的去看到一些你本来可能都会忽略的讯息。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广告之后，我真的吓死，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然后我还去抽那个超商，他们新年都会有那个抽车子的活动。那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我为了要得到一辆从天而降的跑车才开始有的行为，因为是我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超商有在进行这样的活动。那当然最后我其实不是透过这个方式显化的，可是我现在要说明的是，当你有一个目标之后，你会开始尝试各式各样有趣的行动。那在尝试这样的行动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不是直接得到那辆跑车，可是你会在尝试这些行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你会获得很多额外的资讯，你会跟一些你本来可能不会交流的人有交流，然后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然后最后我还真的显化到了这辆跑车，然后时间非常短，大概只有3个月，连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那到最后是怎么达成的呢？本来对我来讲就是顶多就是车贷嘛，然后去买一辆新的车。可是那辆车其实是那时候我最喜欢的颜色是那个王阳明的太太她代言的那个桃红色。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你自己帮你自己准备的 plan 其实也许不一定是最好的 plan， 然后当宇宙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真的会被他的安排吓到。那个时候我就是把那辆桃红色的跑车就是放在我的手机桌面，可是我最后买的其实是一辆亲友介绍的深蓝色的二手车。那当然很棒啊，第一个他自从我的亲友们知道我要做这件事之后，大家都超兴奋，就是会自己帮我注意二手车的资讯。然后非常感谢这位我妈妈朋友的先生，他是一位艺术家，然后他本身也对车很有兴趣，就到处帮我看，然后真的看到了这一辆超完美的二手车，就是他
价格适中，然后非常的新，保养的很好。然后它的这个深蓝色是非常低调优雅的深蓝色。那我的公司的 logo 其实是有颜色的，所以事实上，如果我要把它贴在桃红色的跑车上，我势必要更改它颜色，不然就看不太出来，因为这公司的 logo 是红色跟橘色相间。可是这个深蓝色其实非常的衬我这公司 logo 的颜色，所以在当我买到这辆车的当下，我才有一种就是宇宙其实都对你有更好的安排耶，所以真的太有趣了。然后我就真的那时候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差，就是我买到这辆车之后，我妈觉得这辆车实在太美了，她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贴了啊？就是你就维持它美丽的原貌嘛，不要去贴什么车贴。”可是我就跟我妈说不行，我买这辆车本来的用意就是为了要宣传我的公司，我不是为了要开跑车很开心，或者是就是拿出去炫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广告，所以我要维持我的初衷。所以我就真的去找了做车贴的人，然后非常谢谢他们，就真的做得很棒，完成了这个车贴的然后那个车贴当然也是我自己去设计的，我就参考了一些保时捷他们本来低调的一些设计，把我的公司名融入进它那种优雅的设计里，然后完成了这个车贴。这里面很有趣哦，就是本来我工作的地方跟我家很近，所以如果我在我本来工作的地方开这种车子，其实广告效果不会那么好，因为每天开的时间很少嘛。可是那一年我就正好外派到别的县市去支援，我就变成有机会常常开高速公路，那反而可以让这个跑车的曝光率更高。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一切都搭配的刚刚好耶。我外派去外面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我就能够处理公司的事情，跑车可以曝光，而且我做的是排班城市嘛，我还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参考别人他们排班的需求，然后认识了非常多很棒很棒的人，很感谢他们能让我的城市更加的完善。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搭配的刚刚好耶，真的很神奇。录 YouTube 这件事也是，就是刚刚有提到我想要更好的学习剪片，可是 Canva 因为不错用了，所以我暂时也就这样。结果当我有想要做自媒体，也就是真的把公司的广告搬到 YouTube 上的时候，突然我朋友来密我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录广播？”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如果要录广播，那我们倒不如录 YouTube 好了。”我就来学剪片，练习怎么剪。就因为这样，我们就莫名其妙在今年1月创了这个 YouTube 频道，就是阿猫跟我嘛。那当然阿猫他后来因为有自己的事情没有办法继续参与，可是这就跟我的下一个要讲的显化杜拜的旅行那件事有点像，这中间就突然会有贵人降临，然后推你一把，然后你就真的去完成了你本来要完成的东西。然后他后来可能也因为别的原因离开，可是你就可以感受到那是一种宇宙为了要帮你完成这个任务派给你的贵人，所以他一来，然后成效很好，然后在某个时机点他就会退场的。他那时候问我说：“那我们的目标是几部影片？”我说：“我们先抓5部吧。我们能就是完全不懂嘛，能搞出5部应该就要给自己拍拍手了。”谁会想到，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60几部影片。真的很不可思议。那当然，订阅的量啊或什么，也许对观众而言，你们会觉得这跟很多那个好几万订阅什么的差很远。可是对我来讲，完全不是这样。就是10个人订阅还是100万人订阅，他们每个人就对我来讲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只是数字而已。所以不管它的播放量有多少，其实我都非常愉快的在做这件事，因为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平常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你在路上对着空气讲话，都不见得会有路人停下来听。可是今天你因为 YouTube 这个管道，有机会居然有这么多的陌生人来听你说话，来听你分享你的观点，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所以我借此机会也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观众们，就是你们对我来讲其实真的都很重要，跟你们是几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题外话。然后所以不知不觉就做了 YouTube 了，然后也因为这样就开始更认真的练习剪片，
也因此才会接触 Filmora。然后后来在我上次那个第一次打工的影片有提到嘛，我就因为这样又莫名其妙去教小朋友做影片的剪辑，真的太有趣了。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根本不会连结在往上跳到那个工作经验上。好，这是 YouTube， 然后最后他讲的是杜拜之旅。杜拜之旅这个人非常非常神奇，就是本来我在去年就是因为喜马拉雅宇宙的秘密他们那个 master 他在杜拜有一个光明战士的课，那当然我因为工作关系不可能去参加，可是我心里就萌生了就是想去杜拜的想法，因为我当然也想去这个世界上最丰盛的地方看一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要带妈妈一起去。结果我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我其实自己根本就忘记了，所以我才会特别拍那个放下那个影片，因为忘记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当你完全臣服，然后放下，甚至完全遗忘的时候，它就会在很特别的时刻莫名其妙的显化。然后这中间的贵人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帮我找车我妈妈的朋友，这位朋友，好，刚刚帮我找车是这个朋友的先生嘛，然后我们现在要说这个朋友，本来我完全不知道我去外派的时候是有假的，然后直到有一天秘书突然跟我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在休假？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有1个礼拜的假。然后在这个 moment 我还是没有想到我可以去杜拜玩，我就开始规划各种行程，然后丢给我妈妈跟她朋友进行选择。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各种原因，我妈妈的朋友就说，可能 A、B、C、D 选项不适合这样。然后直到被 reject 很多次，我才突然想起我们有杜拜这个选项。然后更有趣的是呢，是我们决定要去杜拜之后，后来那位阿姨就是我妈妈的朋友，也因为别的关系就没有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旅游，她就去了别的行程，就很像阿猫一样，就她是一个贵人，然后她引领你进来这个领域，然后她就退场了。然后我们就拍了去杜拜那个系列嘛，所以也有跳伞那个很有趣的经历，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影片，那个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今天综上所述就是房子，然后公司 YouTube， 然后车子，还有杜拜，这每一件事都跟显化有关，然后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管你这背后的机制你相不相信，起码在我个人而言上，我觉得非常的有用，而且它的有用是一种很有趣的有用，它是一种可以带给你很大喜悦的有用。那当然除了这些比较重大的事件之外，我其实还有很多很小的，但是今天呢因为莫名其妙开始录，然后也其实蛮晚的了，所以就先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听了这些有趣的故事之后，能跟我一样一起开始勇敢的做梦，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当然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实现的那一刻感受到满满的喜悦，就像 Team Taiwan 一样。那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晚安，拜拜。